夫君，拜门的礼品都买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就回去吧。不行，拜门得多买点。您看看。这给我包点吧。好嘞。夫君你帮我买些这个蜜饯吧。好，我去看看阿蛮还有龙蛋，看看他们挑的怎么样了。快去。我尝一个啊。可以，您尝。这样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如果你们继续要做危害大周的事情，我是绝不允许的。见过圣女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封让夜银门返回南屋的竹叶信，是圣女仿制的。我回南屋问过大长老了，那封竹叶信不是大长老写的。知道竹叶信的秘密，又会仿制大长老的笔记，那就是圣女。我这次回来，是想请圣女返回南屋。请你尽快返回南屋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我会等圣女的。明月，本宫这一生做过的事从不后悔，但是现在母亲好后悔，为什么要为你求来那道赐魂圣旨，那道要了你命的圣旨？明月，我知道你没有离开，你就在天上陪着母亲。明月，你放心，你未做完的事情，母亲一定会帮你完成。先要这对狗夫妻尝遍人间苦，然后再杀了他们，替你陪葬。我说你仔细着点。哎呦，这个花瓶你得实着拿，别虚着啊！哎呦，这些孩子，哎呦，不是跟你们都说了吗？这个茶盏要换成青白釉的，怎么还是原来那一套呢？今日是燕王回门，你们手下的东西一定要轻拿轻放啊！哎呦，你看看他，哎呦，祖母啊，妹妹是自家人，她不会在意这些的。她如今是王妃了，该行的礼一个都不能少，能有的规矩啊，必须得守着。是，祖母说的是。祖母，哎呦，战儿啊，姐姐，二弟，整得这么热闹啊！哎，这是给王妃的。我先替王坤尝尝。嘴馋。给祖母请安，给父亲请安。好好好，请祖母饮孙婿的新茶。好。请父亲饮小婿的新茶。往后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啦，多谢祖母。一定记着相互照顾。是，祖母。其他的事情不要考虑太多，把你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好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好，好。在这伯府住了这么多年，突然要一点点搬空去新家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我也舍不得。不过，就算以后咱们离开这儿了，伯府永远是咱们的家。只要想家了，咱们回来便是。四儿，姐姐，
我绣了一床鸳鸯被给你拿过来，比你原先一个人的被子大一些。谢谢姐姐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这是燕王第一次留宿伯府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就跟管家嬷嬷说。姐姐，殿下跟咱们以后是一家人了，不必这么客气。有件事情，长公主府把消息封锁了，但是我想，姐姐应当知情。大婚当日，朱子玉拦路抢亲，要娶崔明月，然后洞房之夜，他把崔明月杀了。他自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因为我跟他说的话？回大姑娘，朱子玉来了。依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妍妍。你把所有钱都拿去买蜜饯和果子了。如今崔明月被赐婚，他更加肆无忌惮。昨日我和四儿在皇宫门前等燕王，他便走过来威胁妹妹，等妹妹嫁过去之后，会想尽办法折磨她。他就是个疯子，他确实会干出这种事儿。连整个江家，他都不会放过。等是在陵水，他就要置你于死地。到时候妍妍和你，恐怕都会受到牵连。如果有人敢伤害嫣嫣，伤害四儿，我一定跟他拼命。朱子玉之前做了太多对不起姐姐的事情，最终幡然醒悟，舍命相护。姐姐，逝者已去，你也该彻底放下了。父亲，我好想你啊！妍妍，父亲也想你。父亲，你以后能天天跟我一起玩吗？父亲答应你，以后天天跟妍妍一起玩，我们荡秋千好不好？好。妍妍抓紧了。好。还要不要再高一点啊？好玩吗？好玩。妍妍，抓紧了。再高一点。好，抓紧了。开心吗？妍妍，答应父亲，长大以后一定要对母亲好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
殿下，何时这么懂礼数了，知道叫我殿下呀？不许叫殿下，要叫夫君。好，夫君。夫人请坐。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跟父亲聊得好吗？我看你这么晚没回来，还以为你找不到回海棠居的路呢。打趣，这儿现在也是我家。今夜聊得可太开心了。那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内兄。聊得好就行。从我夫人的眼中，看出了些许的伤感。回来收拾东西，想到在这个家生活了那么多年，突然一下子要彻底搬走，多少是有些舍不得。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没跟你说过。我想当赘婿。别瞎说。不如往后我们可以这样，隔三差五的，我陪你回来念念旧，住上几日。谢谢夫君。差点忘了，我要带你看一样东西。看什么？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，分过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相识一相忘余生，缘分卷流着青春，光阴似锦，与你同赴烟火。奴婢终于在太医院查清线索，江四在治好福清公主眼睛那晚，是同朵嬷嬷一同前往太医院熬药的。朵嬷嬷亲口告诉江四，该抓哪味药。朵嬷嬷竟敢背叛本宫，那时候江四连王妃都不是，区区伯府之女，能许诺什么好处？从本宫手里把人给收买走了。奴婢不吃。下去吧。19在。派去除掉萧氏的人可有回音了？昨晚刚收到他们回报，说已经查清楚了，应该快得手。去派人盯着朵嬷嬷，只要她出宫，就找机会把她抓回来。还有，你亲自去盯着江四，看看他和南巫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是。二叔还真是妙计多，他居然写了封信放到礼品里面，让咱们带回来。写什么了？就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祝福，最后引到了一家人可要互相帮助，想让你在金上面前替他美言一句，好让他升个一官半职的。那二夫人原先对咱们大房这么差，竟还有脸说出这种话？就是因为没法开口，所以才写到信上的。怎么了？长公主的人现在是越跟越近了。他是不是对我的身份起疑了？咱们得更加小心才是。长公主要行动了，那萧氏和朵嬷嬷可能有危险了，得派人保护他们。先回王府。倩儿，这田间生活可过得惯呀？过得惯。哎呀，这田间生活虽然清苦了些，不比东平伯府，倒也是清静安宁。只要和母亲在一起，在哪里都开心。哥哥也捎来口信，过2天就来看我们。来，好了好了，都一脸。
你们是？倩儿，这应该是长公主的人，快走！殿下有令，不留活口。倩儿，快顺着后门，等他逃命！我不跑，要跑一起跑，我们2个人一起跑，我跑不了的。我走，母亲，我走啊！母亲！母亲。母亲，别哭。母亲走不动了，看来母亲陪不了你了。母亲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们一起回东平伯府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母亲。母亲，母亲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倩儿，回到伯府，和你大伯还有江思说，我这辈子欠他们的，还不上。下辈子行走牛做马，再还他们的债。母亲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丢下我，你不要离开我。谢世文，平安送我倩儿回东平伯府。你不要丢下我！驾！已经到临安了，现在你就安全了。驾！二姐姐，四儿，四妹妹，二姐姐，二婶呢？母亲她去世了，他们就当着我的面杀了母亲。怎么会呢？是公主府的铁卫，我辜负了您的嘱托，还是晚到了一步，只救下了江二姑娘。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能早点察觉，不怪你。母亲她是为了救我，她才……我一定会让长公主付出代价的。阿蛮，你快带姐姐先进房休息。是，姑娘。对了，母亲去世前想让我转告你，她对她做的事非常后悔，希望你可以原谅她。终究是晚了一步，我的身份迟早会暴露，得赶紧想个办法，否则伯府也会因我受到牵连。母亲，母亲，你参见燕王妃。母亲，您派人叫我赶紧回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人给你找来了。
燕王妃找我。二叔，我最近听说你逢人便说，燕王是你女婿。二叔，这是要做什么呀？这有何呀？这侄女婿他也是女婿啊，对吧，大哥？叮嘱过你多少次了，不要打着燕王的旗号在外面胡说。这官场上人多嘴杂，说多了对孩子们不好。母亲，我不说他们也都。四儿和你大哥说的没错，老二啊，这事儿你做的糊涂。伯父与王府结了亲，你的一言一行在外人看来，难免会跟燕王扯上关系。去给燕王赔个不是，以后不许再犯。是。二叔，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呀？那什么信？老二啊？不，这信，哎呀，哎，我说四丫头，你这当上燕王妃之后就目无尊长了吧？二叔，你觉得给我递这封信合适吗？这有什么？行了，老二啊。你让燕王给你跑官，你受两句也不冤。哎，四儿啊，其实你二叔啊，也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，我想这也是他无心之失吧。我都是为了伯父好啊。少说两句吧。你说今天你当着大家的面也训了他了，要不看在祖母的面上，你放了他一马。原来祖母觉得这是件小事儿啊！莫不是祖母撺掇着二叔到我这儿来，低声下气的来求官？这没有的事啊！那是什么意思啊，二叔？四儿，怎么跟祖母说话的？你是不是得寸进尺了？我们敬你是王妃身份，只是把你当做自家人，并非有求于你，更不会拒你。你若是还念着伯父对你的教养和情谊，你二叔今天就是不开这个口，你也应当应分的去替他周旋才对。替他周旋？二叔，你扪心自问，你们二房这么多年都对我们长房做了些什么呀？你夫人萧氏害死了我母亲，你女儿江倩明明知道她丈夫暴虐成性，还要把我送入虎口。而你呢？你何曾敬过我父亲？何曾关心过我们姐弟三人？事到如今，说什么家人来粉饰太平，晚了！放肆！哎，母亲，以为你是王妃，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？你二叔纵有再多的不是，他也是你父亲的亲兄弟呀！哪有你这样的侄女踩着你二叔的脸就这么责骂？我还没有归天呢！祖母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觉得你偏心二叔，偏心二房，那是因为他做官，你要指望他撑起来这伯父。但如今看来还真不是，你就是偏心，没有缘由的偏心，你就是喜欢二叔超过我父亲。今日逆愿要得罪嫁进皇室的孙女，也要站出来替他说话。萧氏说的没错，我母亲的死跟你们母子二人也脱不开关系，就是这世上最自私凉薄的母子。好，那便祝福你们母慈子孝。我们江家怎么会有这样的孙女啊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不能跪呀！你快起来，母亲。安成啊，安成，这就是你管教多年的好女儿。四儿，不要再说了。父亲，你若愿意，便和女儿一起去王府。从今日起，咱们长房便分出去过，从此跟着东平伯府，再无任何瓜葛。你这是大逆不道啊！你连伯府都不要了，大哥，你可不能跟着走啊！江安成，你真的要丢下伯府，丢下我这个老母亲，跟着他去享荣华富贵吗？娘，我
不走。四儿，你从小便在伯府长大，没有你祖母哪儿来的你呀？这件事情，何必要做得如此之绝呀？何至于此啊？ 你们曾经是怎么对我的？我是不会忘记的。既然现在我已经出嫁了，我就不想再受伯父的裹挟。你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、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孙女儿。 也早就不想有你这样的祖母了。话已至此，那赶紧把家印取来吧。今日就写下这断绝书。断绝就断绝，取家印。不可呀！不至于吧？阿福，祖母、父亲，对不住了，我只能这么做。 站住！奴婢奉皇后娘娘旨意，每月15去清音观祈福上香。走吧。我见过圣女了，她不肯跟我回南屋。她如今已成了燕王妃。 与燕王感情甚笃，怎么舍得分离？燕王是赤羽旗统领，倘若边境再生战乱，他必将回去。那燕王妃也会跟去。等到了我们的地盘，再让圣女回南屋，就简单多了。我去告诉大长老。 这图形好生奇怪，莫非隐藏着什么玄机？像不像是南屋的火焰纹？难道江四是南屋人？不可能啊！苏柯是在临安生的他，江四也是在临安长大的。你去问问咱们的耳目，问问这图腾到底有什么来历？是。 刚才你说我们的人在清音观发现了朵嬷嬷，盯紧她，尽快把她抓回来见我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皇上的马车。朵嬷嬷，长公主要见你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 停一下！怎么了？前面就要进城了，我们不便一起。长公主既然派铁卫对付你，再回宫中岂不是自投罗网？要不别回了。我在皇后宫内，长公主至少会有所顾忌。要是在这城外，她更是无法无天。我有很重要的东西放在长宁宫内，我必须回去把它拿上。自己小心。驾！怎么样啊？有惊无险，没追上朵嬷嬷。那就好，幸亏你让龙蛋提前跟了过去。哎，我今天听阿蛮说你回了趟府，怎么还闹得挺不开心的？祖母难为你了？是我难为了他。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你明明最在意伯父了。
这断绝书需要都城司帮我牵引才能生效。明白了，你在意的不是伯府，而是伯府中的人。只要所爱之人平安，就不算真的分离。王爷、王妃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大姑娘和二公子来了。妹妹，你为什么要跟家里断绝关系啊？我们讨厌二叔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为他生这么大气不值得呀。妹妹要是想出气，哥替你揍他一顿好不好？你不要跟哥哥断绝关系啊。余兄，你替我说两句话呀。二弟，四儿，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姐姐。这件事情，我心意已决。如果愿意，以后你们还是我的哥哥姐姐。但是这伯府，我是不会再认了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家只有燕王府一个。什么意思啊？妹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这儿没有旁人，只有我和二弟，你可以告诉我们的。他没有什么苦衷。之前在你们府上只能受着忍着，如今嫁给我了，不用再这样了。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我跟我妹妹从小一起长大，她吃过什么苦，受过什么委屈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她之前在你们府上受的委屈还少。她是我妹妹，我用不着旁人说三道四。这是燕王府，你是燕王，我就不爱你吗？二弟，放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四儿，你今夜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我只相信我认识的、我了解的那个你。你说你没有苦衷，我觉得恰恰相反。也许是那苦衷太大，你怕我们承受不住；也可能是觉得我们帮不上忙。但不管怎样，姐姐不会逼你说出来。你只要记得，就算你与家里写了断绝书，我们也永远是你的家人。这个家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姐姐，父亲还好吗？就是父亲让我们来的。我懂。等这些事儿过去了，我陪你一起回家。殿下，
宫里宫外都搜遍了，还是没能找到朵嬷嬷。本宫真的是小看她了。只要皇后和福清不出来作证，朵嬷嬷也掀不出什么风浪。明月，害过你的，母亲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皇后娘娘，奴婢有事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起来说吧。奴婢有罪，奴婢就是害福清公主眼盲之人，也是下毒害死先皇后之人。娘娘早就知道。先前燕王妃调查之时，就怀疑过你与花嬷嬷。再者，燕王妃替福清解蛊毒之时，又特意邀你一道，本宫便笃定，这隐虫之人一定是你。既如此，为何不戳穿我？本宫相信燕王妃，她留你在长宁宫，一定有她的目的。其实10年前你动手的那天夜里，我并没有睡着。我听见你说公主，只有什么都看不见，才能保住性命。原来公主早就知道了。公主，娘娘，你们如此善良，在这冰冷的皇宫里是难有好下场的。你潜伏在这深宫之中，时常一副冷酷面孔，但本宫知道，你对本宫和福清还是有几分真心的。皇后娘娘，是奴婢对不住您和公主。你是一把替长公主杀人的刀，却也是长公主的罪证。朵嬷嬷，太子妃是我的侄女儿，可以信得过。我可以派她帮你躲到宫外。娘娘，如果朵嬷嬷今日可以回宫，娘娘能不能安排她先去太子府避一避啊？为何？太子跟长公主是同一个阵营的，长公主就算搜遍整个临安城，也想不到要去查太子府。即便她得知是太子藏了朵嬷嬷，也会投鼠忌器。让太子见到朵嬷嬷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可以让朵嬷嬷亲口告诉太子，就是长公主杀了先皇后。太子认贼作母，是他以为长公主对他是真心的。他如果知道了真相，我想他会和长公主离心的。下来吧。殿下，属下查清了这图腾的来历，这是南巫圣女独有的标志。什么？南巫圣女？难怪姜丝能结咏梅花，能治好福清的眼，能让朵嬷嬷为主弃医。这是南巫机密，属下问遍了各路耳目，才终于在一个被俘虏的南巫将领口中得知，有这记号的都是南巫非同寻常的人物。他还说，火焰纹越靠近火，颜色就越深。殿下可以以此法判断真假。火焰纹，这出戏真是越来越有意思。阿满，
将此信送到贤妃手上，此信事关重大，立即前往。好。殿下，侄王求见。侄儿豫章，拜见姑姑。齐王可是鲜少来公主府啊？侄儿心中一直记挂着姑姑，只是苦于没有一个好的理由来登门拜访。哦，现在有什么理由啊？姑姑可是一直在寻找朵嬷嬷，侄儿知道她身在何处。你是要拿朵嬷嬷来做投名状？朵嬷嬷此时就藏身于太子府。虽然朵嬷嬷出入公主府总是蒙着面，但也不是无迹可寻。你竟敢盯着本宫的公主府！辗转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清风徐来，几阵心也敢爱敢恨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？分过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相识一笑望余生，千帆过尽是我们。若影随形，也感同永忘的心声。相逢一诺望余生，缘分卷流着青春。光阴似镜，与你同赴烟火。珍存在于